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就在上周五，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创出新高，高点就在38215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对于道指来说，目前处在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其中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让道指从反弹进入到了反转阶段。反转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在上周走出了唐僧阳线。那我们知道，唐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概率会在38000附近持续盘旋。同时呢，周末行情我们观察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于隔离带的一个原因啊，美国政府拜登要求拆除这个隔离带啊，但是呢，德州州长不同意啊，最终呢引发了几乎是内部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争议啊，有25个州支持德克萨斯州啊，但是呢，美国政府依然派军队去干扰这个事件，所以呢，美国是处在一个接近内战的边缘。那由此引发的风险在市场当中引发了激烈的对决啊，这个多空方向引发了一个比较小的争议。那在此争议当中，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受其影响，在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点的下跌啊，目前最终的下跌幅度达到了0.92%。但是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啊，目前还处在一个缓慢爬升的阶段，因此呢，大概率啊，今晚美股开盘仍然是一个继续走高或者是在高位震荡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的行情受了一点影响啊，今天出现了一个大概是一个点的下跌，但是这轮反弹行情，正如我所说的啊，回到了箱体内部的一个区间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42,000附近。同时呢，这轮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在周线级别上，比特币做出了第三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可以追溯到23年1月，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在23年6月份走出了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行情持续震荡，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多空持续震荡，产生了一组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 K 线。最终呢，在23年10月，这根悟空阳线重新被激活。我们知道，23年10月份是比特币月，在比特币月的月底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被重新激活，然后上方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么在24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被激发了出来，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始终没有出现大的调整。因此呢，本轮行情在$48,000附近啊，这个高点出现之后，那这个高点呢，是由于美国 DEC 通过了比特币的 ETF 产生了一个高点，再出现这个高点之后，迅速利好消息落地之后变成利空，进行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月12日日线级别走出悟空阴线，然后走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最终的一个有下影线的一个唐僧阴线啊，最终呢，唐僧阴线收回来了，变成阳线，但是这个无所谓。那在反弹过程当中，我就不断提示大家，这个反弹时间级别会逐渐增强。首先呢，我们要看小日线级别，在小日线级别当中，我们看到底部38555这个位置低点出现之后，我们看到了小日线级别悟空阳线，这非常复杂的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当时我们就提到了啊，这个八戒阳线呢和沙僧阳线是可以互换的，因此底部走的相对复杂，非常忐忑，类似我们人生的走势。我们认为是沙僧阳线，上方这是八戒阳线，它两个位置互换了。互换之后，上方走出唐僧阳线之后啊，当时判断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啊，悟空阳线之后走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最终我们看到行情当中走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在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目前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再度放大到日线级别，因为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已经走完了，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1月26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做基础，上方可能会走出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
如果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油与下跌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油相对应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油最终成立的话，行情会重新回复到$44,000到$43,500这个区间。但是由于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震荡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2,000是存在波峰连过来的一个压力的，因此呢，当前行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同时呢，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和外围国际环境战争因素美国有可能发生内战还有一些巴以冲突、俄乌冲突各地方的局部战争也会对行情产生一些影响，因此呢，这个位置在压力线附近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只要悟空阳线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在1月26日早8点的悟空阳线的开盘价这个开盘价大概是在看左上角39961这个位置不跌破的$40,000不跌破的话，行情仍然有希望在当前悟空阳线存活的情况下，上方走出日线级别上涨细油当中的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如果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油成立的话，势必要突破$44,000。同时呢，我们之前的观点就是箱体结构呢是由收敛三角形构成的，然后再快速上涨。被打压下来之后，行情会持续震荡，这个震荡区间大概率还会围绕箱体上下边线做运动，最终呢会形成更窄幅的一个收敛，从而酝酿多头行情。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坚持当前行情仍然是多头行情呢？因为目前我们处在3轮次这是第1轮次、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油的一个悟空阳线势力范围。因此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目前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仍然是一个多头发育的行情同时呢，比特币将在25年减产，也是目前一个多头行情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呢，大方向仍然是看多最近有一些币种出现了爆发式的上涨包括了热点币种 CFX 这是比较跟随比特币行情的一个币种在底横盘已久，这轮比特币行情出现了一个下跌和反弹的过程当中它走出了一个新高是目前香港板公链的一个热门币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ALT 这是一个 Binance 平台上线的一个次新币，在日线级别上一直不断的上涨，同时呢，它的一个走势也是符合这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油，其中4小时级别走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在开盘即出现了。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组，目前处在沙僧阳线震荡的一个趋势当中，上方是有唐僧阳线4小时级别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几乎每周 Binance 平台都有 IEO， 这会给 BNB 带来巨大的利好。同时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分析当中就给出了 BNB 是非常强势的，这归功于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日线级别的一个突破走势。这里的突破呢，主要是指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破了200日均线，进行回踩之后，始终处在200日均线上方。同时呢，我们看到 BNB 目前的走势也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呢，前面它是一个补涨的趋势。那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691.8 BNB 的高点经历了长达2到3年的调整21年到24年调整了3年，3年调整过程当中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是一个变盘的区域。在假跌破之后，受下方下跌趋势线白色线下跌趋势线的支撑作用，开启了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目前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么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 ，Binance 平台的 IEO 在带来新币种的同时新币种不断上涨的过程当中，会有资金流入新币种。那在新币种下跌的过程当中，通过 BNB 新币种的资金对跷跷板效应，会让大量资金重新涌入 BNB， 参与下一轮的打新。那这种资金的跷跷板效应，让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显得比较强势。目前它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下跌的一个收敛三角形，但很快就要到达近焦点的这个区域。目前所处的这个箱体，最终呢，我认为会形成4次的位于$320附近的等位置的波峰结构，最终呢发动突破。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